大家好，我是佳佳。关于世界上的人类，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的起源，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笑话故事？这个故事的内容是说，上帝有一天闲着无聊，于是想要创造人类，所以手上呢拿着白色的陶土捏啊捏啊，过了一阵子呢，终于捏出他要的模样。虽然鼻子扁了一点，但是第一次捏陶还算可以接受，于是就将人偶拿去窑子里烧。但是因为没有经验，所以呢时间没有控制好，一不小心烧太久而烤焦了。看着这个黑黑的人偶怎么办？只好把它送到非洲伊索比亚、坦桑尼亚还有肯亚这一带去，因为那里的天气热，晒黑呢是正常的事。他想这样以后这些人类就不会怪到我的头上。因为有了上次的经验，一回生二回熟，所以他又开始去捏了另一个新的人偶。由于第一次出产的人偶五官平了一点，所以这一次就把造型稍微改了一下，尤其是鼻子弄挺一点。捏好之后呢，又把它放到窑子里烧。上一次没有经验，所以烧焦了。有了前车之鉴，所以这一次呢，决定把时间减半。结果没有想到出窑的成品还是有些失望，因为时间太短，火候不够，人偶白白的，好像是没烤熟的样子。这下子呢，上帝又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后来他想了想，好吧，那就把它送到冰天雪地的高加索去，因为那边的天气比较冷，常下雪，白白的雪跟这个人偶比较相称。有了2次失败的经验他的信心大增，于是又动手捏了一个新的人偶。造型上呢，将前2者综合一下，鼻子不会太扁，也不会太高，刚刚好的挺度。而且这一次他决定用首次3/4的时间去烧。结果当时间一到，上帝拿出人偶，打开眼睛一看，冲口而出 perfect， 刚刚好。于是他非常的开心。最后看了一下地图，觉得黄河流域一带没有非洲那么热，也没有高加索那么冷，那么应该适合这个人偶，所以就把它送到这里去。而这个就是传说中世界上人类肤种的起源。但是你知道吗？除了这3种肤色的人类，世界上竟然还有着蓝色皮肤、蓝色血液的蓝种人，以及绿色皮肤、绿色血液的绿种人。说到蓝色皮肤的人种，你会想到什么？我想应该很多人会想到电影《阿凡达》里面的纳美人。虽然纳美人是电影下的产物，但世界上真的有蓝色人种的存在吗？答案是真的，因为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里呢，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运动生理专家韦西。有一天他无意间在智利的欧坎基尔查山海拔6000多米的高处，发现了适应力极强的人类。这群人类大约有200多个人，特别的是他们浑身的皮肤竟然呈现蓝色的，而且拥有蓝色的血液。而蓝种人类属于稀有的种族，后来称他们为欧坎基查尔族。韦西教授说呢，一般像是在这样的高山，空气十分的稀薄，所以按照生理学原理即使意志呢无比坚强，久经严格训练，而且身强体壮的登山运动员，到达这种6000米的高山上，也只能凑合着活个几周，超过这个期间必死无疑。但是这种蓝种人竟然是世世代代
都生活在这种空气稀薄、气候寒冷的自然环境中，逐渐演变成特殊的人种，所以他们的动作竟然可以像猴子一样非常的机灵，动作十分的敏捷。那为什么会有蓝色的血液呢？世界上的人类不管是什么肤色，他们的血液都是鲜红色的。为什么只有蓝色人种的血液是蓝色的呢？后来科学家提出了以下几种见解。有一种观点认为，蓝色人血液中的某种化学成分发生了异常，所以导致皮肤的颜色改变。这种异常变化可能是由某种特殊的病态基因造成的。科学家透过对蓝血人种的分子染色体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的构造基因中第8对跟第9对的染色体发生了异变，所以才导致它们的血液中呈现蓝色的。这种变异很有可能是近亲结婚导致的血友病。那有一些美国的专家认为会有蓝色血液其实是跟他们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指出，血红蛋白在我们血液中负责运送氧气，所以当氧气充足的时候，血红蛋白会呈现红色的，所以正常人的血液都是红色的。但是当氧气缺乏的时候，血红蛋白就会变成蓝色的。根据研究，新发现的蓝种人因为长期适应了高山的生活，所以他们在高海拔的山区，空气稀薄，氧含量只有海平面的1/2。这是一个终年积雪不化的冰雪世界，常年气温在零下40-50度。为了获取足够的氧分子供呼吸所用，体内不得不大量的合成血红素，形成供多于求的局面。许多血红素在血管中，使得他们的皮肤呈现蓝色的。还有一些科学家指出在海洋中有一种大王乌贼和马足蟹的血液是蓝色的，而海鸮还有墨鱼的血液却是绿色的。由此可见血液的颜色是由血细胞蛋白中所含的物质元素而决定的。使血液变蓝的叫做血蓝蛋白，是因为里面含有铜元素；使血液变绿的叫做血绿蛋白，是因为里面含有钒元素。所以从这个理论来看，蓝色人种的形成很有可能是他们血液中缺乏铁元素，而铜元素过多所造成的。如果说拥有绿色皮肤、绿色血液，而且生活在森林里的人类，那你会想到什么呢？我的话我会联想到玉米酱的绿巨人，或者是游戏中的哥布林。在英国传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绿孩子的故事，也就是伍尔皮特的绿海。传说源于12世纪，大约在国王史蒂芬的统治期间据说是有2个肤色跟一般人不同的孩子出现在英格兰萨福克郡的伍尔皮特村。后来这2个孩子被居民在山洞里面发现，他们全身都是绿色的，穿着特殊的衣服，言行举止都与当时的人们不同。这2个姐弟的外表除了肤色之外与常人并无其他的意义，但是他们却用一种不知名的语言进行交谈，而且仅以生蚕豆为食。最特别的是，他们流出的血液竟然是绿色的。当时发现他们的人将他们收养在一个新环境里。一开始这2个小孩子什么东西都不敢吃，直到饿了几天之后，他们发现了生的蚕豆，他们才急切的进食。最后这2个姐弟也学会了吃其他的食物，肤色也不再是毫无血色的绿色，但是
男孩的身体很虚弱，在受洗之后不久就夭折了。女孩子因为年纪比较年长，所以比较能适应新的生活，但是她的行为举止却被大家觉得任意妄为，毫不检点。后来这个女孩学会了说英文之后，她解释她跟她弟弟是来自一个叫做圣马丁的地方，是一个绿色皮肤人居住的地下世界，在那里所有的东西都是绿色的。也由此开始，人们认为这2个小孩很有可能是来自地底世界或者是外星世界，而这个故事曾经轰动了整个欧洲，引起了多次的讨论跟研究。那原本以为这个故事就只是人们胡编的一个传说故事，但是没有想到，竟然有探险者呢在非洲发现了一个拥有绿色皮肤的原始部族。他们不但全身皮肤都像植物一样绿，而且他们的血液也都是绿色的。由于群体呢足够的庞大，所以这里之后呢就受到猎奇者的广泛关注，社会各界呢也开始研究了这个神奇的人种。那么绿种人是如何被发现的？是因为曾经呢有一支欧洲的古生物考察队，他们在非洲西北部一个与世隔绝的山区密林中艰难地跋涉着，忽然间前方不远的地方竟然有几个人影一晃而过。考察队员呢就悄悄地跟着过去，结果发现在前面不远的草地上有几个用兽皮、树皮遮体的人。但是这些人很奇怪，因为他们全身上下的皮肤都是绿色的。考察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因为从来没有听过有绿色人种这一刻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知道呢这些绿色的人到底是人类还是怪物，又或者是外星人。于是他们决定进一步调查。经过几天的努力，他们发现绿色人种竟然是一个庞大的家族他们居住在洞穴当中，过着原始的生活。这个部落呢有3000人左右，他们不但皮肤是绿色的，血液也是绿色的，所以人们称他们为绿种人。这些绿种人呢十分的胆小，一旦发现呢有人注意他们，就会集体的逃跑，并且跑进深不见底的丛林。再加上本身的颜色具有保护色，所以想要在丛林里面找到他们实在很困难。这也为绿色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后来经过考古队当地的走访、调查、研究，才知道呢非洲西北部山区是一片十分神秘的地方，附近的居民呢都不敢靠近这里，视这块地区呢为禁地，也导致呢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但是人们却并不知道有绿种人的存在。而专家推测绿种人的皮肤跟血液之所以会成为绿色，可能和蓝种人的形成原因很相似。绿种人因为长期穴居，皮肤血液缺氧，但是绿色皮肤或许可以进行一定的光合作用，获取氧气，所以这很有可能是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演变。后来经过科学家的研究，这群绿种人呢终于出现了比较确切的报告。对于这个种族的各项研究表明，他们是因为基因突变而导致的颜色变化。这个种族呢就是希尔瓦种族。因为希尔瓦人长时间过着穴居的生活，他们与世隔绝，生活了上百年甚至上千年，没有跟外界产生过交流，所以希尔瓦人的祖先产生了基因突变，进而导致整个种族
血液体出现这样子绿色的病理，而皮肤的颜色就是毛细管血液的颜色，所以这里的人就都是绿色的。因为基因突变而形成的绿种人，其实在智力跟体力方面远远不如普通的人类，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也不如我们其他人种来得高。加上现在自然环境的变化明显，他们很有可能随时会面临种族消失的危险。也因为这样子人道主义各类的组织也已经明确的禁止对于绿种人的一切研究，因为他们觉得绿种人也是人类，不应该为了研究而剥夺他们的生命。曾经有人提出，如果非洲绿种人是因为基因产生了变化，甚至植物化，而拥有了光合作用的能力，可以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那么我们能不能主动改造基因，使后代的人类呢能够进行光合作用，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呢？这样子也可以有效的解决食物的来源或是食物不足的问题。简单的来说，就是你不用进食，只要像植物一样有阳光、空气、水，然后就会长大了。这样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很多餐厅会倒光光。我觉得开头的笑话故事上帝应该后来又多做了其他人类，并且呢加了一些调味，例如撒上海苔粉抹上蓝莓酱但是出鸭子之后呢又觉得好像怪怪的，所以最后只好将这些人种呢放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好了，谢谢大家看完这集，喜欢这集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个赞哦。下星期五晚上9点，记得锁定我的频道来听我说故事哦。如果有婚礼、尾牙、活动、商演等需求，请加入我们爱先锋官方 LINE 小老鼠869IXXVK， 我们用心在活动的每个细节。我是佳佳，我们下周见，拜拜。